撞车了，奶奶撞车了！陈伯，把这些鬼东西给我扔掉！彤彤，你惹奶奶生气了，快给奶奶道歉。不能扔，这些是向叔叔送给我的。不许在我面前提向叔叔！陈伯，你耳背了吗？赶快扔了它！不许扔！英姐，把他关起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他出来。奶奶是坏人，我讨厌奶奶！奶奶是坏人！厉总，你可回来了！彤彤被关在房间里啊，声音都哭哑了。怎么回事？彤彤玩车一时说错话，说奶奶撞车了，然后就犯了丽姐的忌讳。把彤彤抱下来，不要带她走。是。不准！妈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。如此顽劣任性、目无尊长的孩子，就应该好好的惩罚。彤彤还小，难免会犯错。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何必要这样呢？彤彤不是外面的野孩子，他未来要继承厉氏的家业，所以他要比一般的孩子更努力、更好，才能承受更大的压力。你望孙成龙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可是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彤彤的感受呢？我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？我看你倒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自从那个女人带来这个孩子，上了你的床，你就被搞得晕头转向，找不到北。你不注意自己的言行，还严重放纵下一代。告诉我，过去那个精明冷静的厉仲谋上哪儿去了？以前的厉仲谋失去的太多，活得太痛苦，所以他现在要学着把所有失去的一点一点的找回来。更不希望彤彤像他一样有那样的童年。我只希望彤彤的童年可以快乐，至于他的未来可不可以成大器，那要看他自己的意志。所以我也希望你这个做奶奶的可以尊重我这个做父亲的心愿。我看你是被那个女人迷昏了头。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吗？最怕的不是你逼我去念书，最怕的不是你要我读那些大量的进修课程，我最怕的是我一个人被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面，而恰恰把我关进去的人，就是那个我最依赖的妈妈。我的童年是那样的孤独，在绝望中度过。那种隔绝和孤独感，让我找不到一丝的温暖和快乐。是，现在在所有人面前，我都是成功的，可是我并不快乐。我只是你手里的一颗棋子，一个证明你自己的工具。你想指责我吗？我没有指责你。
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。你原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给我温暖、最让我依赖的母亲。可是这些从小到大，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。你知道我有多羡慕别人家的小孩？不是因为他们有父亲，是因为他们有亲人的关爱。我从小努力读书，拼命的工作，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我就是希望可以得到你的赞美，然后可以得到你的一个拥抱，或者是关爱的眼神。可是连这么一点点的心愿对我来说都是奢望。妈，不要把我们的树立延续到下一代，好吗？就是你始终看不上的那个女人，她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做母爱。彤彤，奶奶对你严厉也是为你好呀，因为奶奶心里最爱彤彤了。小汽车坏了，妈妈再给你买个新的，好吗？不好，那是向叔叔送给我的礼物。向叔叔，向俊说，他毕竟是彤彤的亲叔叔，所以送礼物给彤彤，我也不好拒绝。我忘了告诉你了。爸爸，你给我买个小汽车好不好？爸爸一定给你买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汽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最喜欢爸爸了。那你现在赶快去睡觉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阿桑。哎，彤彤乖，走，咱们去睡觉。彤彤的那个礼物，礼物而已。彤彤不是说了她最喜欢爸爸吗？哦，彤彤这几天都会待在这边，你可以好好照顾彤彤。那厉伯母那边，我妈最近情绪不太好，让彤彤离开她几天也是好事。今天有没有因为彤彤的事情跟厉伯母吵架啊？我们两个只会用这种方式交流。周某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好吗？厉伯母她身体不好，所以情绪上有些急躁。可是不管她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你都应该理解她。毕竟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。
我妈对你那么不好，你还处处为她着想。可能我们都是单亲妈妈的缘故吧。一个女人单独带着一个孩子，其中要经历的苦难，常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够更多的理解她，多去感受她内心的苦。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的不是别人骂我是私生子，也不是被人欺负，是看到我妈妈躲起来一个人偷偷的哭。那时候我就会想，我一定要坚强，一定要成功，这样我就可以有能力去保护她，不让她受到任何人的欺负。现在我成功了，可是我们两个的沟通方式变成了习惯。我妈对我的严厉和我的叛逆，你为什么不尝试去改变呢？你觉得我妈她会那么容易改变吗？你都没有试过，怎么知道改变不了呢？其实，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，都希望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。厉伯母也是一样的。我妈要是能多了解你一点就好了。所以仲谋，不管是为了彤彤还是为了我，你都应该缓和和厉伯母之间的关系。毕竟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。如果厉伯母心情不好的话，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就永远不能公开。我也会找机会，努力的让厉伯母她接受我。其实我早就已经想好了，这个月结束后就辞职。为什么？我想多一些时间陪彤彤。这就是你的理由吗？以前你要上班，要带儿子，每个月的薪水都不够花，你现在吃穿不愁，而且还有人帮你照顾儿子。你真的要这样吗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是借口，而且你心里应该明白我离开创美的原因，所以你何必要多问呢？他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？值得你放弃那么多？也许你会认为我没有什么志向，但在我心里，家庭还有亲人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做一点点牺牲，可以让他们更安心、更快乐，那我觉得是值得的。对了，你父亲最近怎么样啊？不太好。方便说吗？反正这件事也瞒不了，我也没打算瞒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父亲肝功能衰竭，已经到了末期，只有换肝才有希望。怎么会这样？喜欢吗？喜欢。今天我把这里都包下来了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不知道。是我们俩结婚1个月的纪念日，所以啊，我想跟你单独在一起好好庆祝一下。还有，以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你跟彤彤。哎，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。
我辞职了。反正做生意这方面我也不是很懂，我只想做一些让你开心的事儿。真乖。讨厌。请坐。谢谢。喝酒吗？好啊。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你知道。向义，他得了肝功能衰竭，医生说需要换肝才有救。向俊告诉你的？不是，是我无意中听到的。向俊，他没有办法给自己的父亲捐肝，所以，仲谋，当初如果不是你的话，彤彤有可能就救不过来了。今天，你能不能给你的亲生父亲捐肝啊？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你很在意这份感情，毕竟你们是血脉相连的。血脉相连是什么意思？他心里只有那个人，那个人才是他正统的儿子，才是他的亲人。我呢？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这个人又帮不了他。这或许就是天意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现在已为人父，你有勇气承担这一切，是因为你经历过这种痛苦。可是，向伯父跟你不一样。我想，他对你有多深的感情，就有多害怕面对你。仲谋，不要因为你的怨恨，而做出一个无法挽回的决定。不然到了那个时候，你怨恨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我的事不用你操心。你为什么这么抗拒自己的感情？他需要你，你帮帮他好吗？你说了这么多，就是希望说服我去帮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亲人。是因为我们是亲人，还是那个人叫你来说服我？你是说向俊吗？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，我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还是因为你觉得你对他有愧疚，所以你想让向家圆满，让我自己来牺牲？其实你的内心里真正想帮的人是向俊吧？仲谋，你为什么非要这样理解？仲谋，事实很难让我有其他的理解方法。来吃苹果。妈妈陪我玩球。彤彤，自己玩好不好啊？好吧。好了，乖，去吧。小心啊！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？要不要吃点水果？听说你们今天的发布会很成功，业内人士现在都在等着看我们力士跟项氏拼个你死我活，来争取梁氏的旅游项目。向俊已经决定和梁瑞强合作。他们怎么合作我没有兴趣，我只想知道我的老婆要帮他们工作到什么时候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生气好吗？因为现在臭梅已经并入了梁氏，有很多工作要交接，张元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所以我没有辞职。上次不知道是谁跟我说过，我跟彤彤更重要。是我说的，没错。可是我……其实你是为了他，对吗？啊，不是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怎么样？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改变主意？
你讲点理好不好？当初我和张远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他帮了我们。他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，我真的不能甩手不管的。你既然这么想感激他，那你就留在他身边吧。反正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女人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他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那他是哪一种人？他为什么要接近梁月琪？不就是为了要争取旅游项目吗？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啊。那，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为了他的父亲。很好啊，他现在在你的心目中，已经变成最孝顺、最能干、最好的男人了。你干嘛？吃醋啊？好了，仲谋。仲谋。仲谋。你吃点面吧，一晚上都没怎么吃东西。就吃这个？我知道我做的不好，你勉强吃一下吧。我会尽快报厨艺班的。老公，你不生我气了，对不对啊？梧桐，我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你可不可以为我想想？我只希望跟老婆能过安稳的生活，我不希望每次都因为外界这些事情，搞得我们这么不愉快。我知道，那我们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？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我说了呀，我会报厨艺班，等以后有时间了，我还会去报茶艺呀、插花什么的。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彤彤的，只要为了你和彤彤，让我学什么都可以的。那这样，过2天陪我去趟美国。啊？我们可以去散散心。最近烦心事很多，觉得有点累了。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了吧。你想，彤彤也需要我的照顾啊，而且创美现在正在交接，不要每次都拿彤彤当挡箭牌。跟我出一趟国有这么困难吗？创美在你心里面就那么重要啊？你干嘛？怎么说两句气又来了？老公，我现在真的有点疑惑，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、太迁就你，所以你一直都没有放正你的立场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做真的很过分？我哪里有过分啊？那我也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，让你和向俊之间能够化解仇恨啊。而且我觉得厉氏和向氏联合起来，跟梁瑞强合作也是很好的呀。你以为我们30几年的恩怨，就凭你几句话，我们就可以化解吗？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老公，你别生气。啊？出去吧。出去。哦。丽姐，吴小姐来了。厉伯母好。你来干什么？
出去。厉伯母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们之间的误会，就是我没有彻底断了你的探视权，让你这样的女人有机会出现在我儿子和孙子的生活当中。厉伯母，闭嘴！你没有资格叫我厉伯母。妈妈，你来了。彤彤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玩具小火车呀，喜欢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是向叔叔送给我的吗？一口一个向叔叔，叫的挺亲切的。向叔叔那么好，先上去好了。我的小火车，我的小火车。彤彤，彤彤不哭啊，乖。厉伯母，说句不该说的话。彤彤本来就是姓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您不喜欢我，我毫无怨言。可是您不应该迁怒于彤彤，他才4岁，而且他是您的亲孙子。你还知道为彤彤想？你要是真为他想，你就应该知道检点一点，不要因为你这个妈妈让彤彤蒙羞。厉伯母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别以为仲谋被你迷惑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只要有我在，就不允许你这个狐狸精在这儿兴风作浪。厉伯母，我希望您说话能够尊重人。我是彤彤的妈妈，我只知道我有做母亲的责任，我哪里有什么本事在这个家里兴风作浪啊？你是在跟我顶嘴吗？啊？好，我问你，你摇摆在仲谋和向俊之间是何居心？你是不是联手向俊，迫害仲谋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为什么要跟向俊联手迫害仲谋呢？因为仲谋当年抛弃了你，让你和儿子受了几年的罪，所以你一方面假惺惺的和仲谋在一起，另一方面，你知道姓向的也有钱，所以你脚踏2只船。你想谋害我儿子，居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！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爱厉仲谋，我不希望他活在痛苦之中，我想促成他们兄弟相认。向俊也想和仲谋化解之前的误会和仇恨，而且这件事情促成了，那你和向伯父不是有希望和好吗？我和向义的事情轮不到你插嘴，你这个狐狸精，你给我滚，给我滚出去！厉伯母，你不要激动，你这个狐狸精，厉伯母，你出去！你别生气，你给我别这样，厉伯母，你给我伯母，你怎么样啊？伯母，快来人呐！厉伯母，丽姐，丽姐，太太，丽姐，太太，你怎么样啊？丽姐，丽姐，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！哎呦，扶下来！伯母，丽姐，太太，慢点！吴小姐，是不是你撞我们夫人了呀？对的呀。丽姐怎么样？什么样？丽姐，丽姐。梧桐，厉伯母怎么样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才在公司跟张元开会，他接到美玲的电话，说要去接彤彤，我才听说厉伯母这边出事了。厉仲谋又不在，我担心呢，你一个人应付不来，所以就赶过来看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先坐下吧。我也不想弄成这样，都怪我，我不应该跟他顶嘴，害得伯母晕倒了，都怪我不好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不要太自责了，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。我们还是先等等看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医生，怎么样啊？你是病人家属吗？
那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？我是。请问我母亲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目前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这次有中风的迹象。你们一定要让老人好好休养，不要动气。如果再有一次这种情况的话，对他的身体极其不利啊。我明白了，谢谢医生。好，不用谢。你们先忙去吧。是，厉总。仲谋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把伯母气倒的。我知道，否则你也不会站在这儿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当一个男人出差回来，就听到自己的母亲因为受到刺激而晕倒，然后在急诊室门口看到自己的老婆跟旧情人在一起，你告诉我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？可是，真的是你想太多了。向俊他是因为听到伯母晕倒了，因为担心才赶过来的。担心？你会不会把他想得太善良了？仲谋，我知道伯母住院你很着急，可是这件事情都是我不好，跟向俊没有关系。你们两个倒是心有灵犀啊！仲谋，你可以听我跟你解释这件事情吗？那天，我真的是想借着见彤彤，去跟伯母聊聊天。可是他非说我要跟向俊联合起来谋害你。你是我的老公，我干嘛要谋害你啊？我怎么跟他解释，他都不听，他不相信我。然后他就被气倒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。好了，不哭了。我妈她向来疑心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更何况那个人是向俊。你如果不想被人误会，可不可以离那个人远一点？这样对我妈，对我都好。我记住了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可是我现在把伯母害成这样，我要怎么办？事情都过去了，而且我知道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让我妈能够接受你。我相信你。你真的相信我？
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的家事不用你管吗？我父亲和你母亲刚刚见了面，你怎么能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？你说什么？仲谋，爸，向伯父是来看伯母的，我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下？是啊，那么多年了，再多的恩怨也应该过去了。我想我们以后应该好好相处。等厉伯母身体好些了，我们一起坐坐。仲谋啊，事情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我对不起你们母子。30多年了，我一直不敢面对你们，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。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要求你什么，我只求你能够允许用我剩下的时间补偿志宁，让他能健康地活下去。我知道你很难接受我不强求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允许让我来见你的母亲，我尽量不在你面前出现。我母亲只不过是一个跟你曾经有过关系的女人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你们不小心生下的杂种。我们母子在你心中，只不过是你们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的过客。向义，我告诉你，从你抛弃我们母子那一天起，我们就不再需要你了。请你离我母亲远一点。仲谋，仲谋，仲谋，仲谋！伯父，医生，怎么了？仲谋，伯父晕倒了。先生，仲谋，先生你怎么样？先生，伯父，先生，没事吧？快叫医生啊！仲谋，刚才发生的事情进去不要说。哦。伯母一直都很要强，她一个人经营着历史，又把你带大，可现在看着她，真的老了很多。
也很脆弱。所以，上一次我真的不应该那样跟他说话。我现在好内疚。他现在应该还在气头上，过一阵子就会好的。我一会儿帮你解释。这次真的是我不好，所以你帮我好好跟他说一说，不要再跟他发脾气。你刚才为什么会和香依在一起？我刚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伯父从伯母的病房走出去，他说要跟我谈谈。你们说了些什么？他问我关于对你还有对湘君的感情，我说我爱的人是你。其实他真的很关心你，不然刚才也不会晕倒。不如你去看看他吧。那我可以去看他吗？你怎么哭了？我刚才听到你们的谈话。仲谋，厉伯母她说的很对，趁现在还有机会，要珍惜眼前人，不要到有一天永远失去了，才觉得后悔。明天为什么要我请假？今天我打了一天的电话给你，你都没有接，现在又带我来这里，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？现在什么都不要问，好好享受这一刻。我不会跳。我带着你。今晚什么都不要想，只有我和你。这地方好美啊！美的东西总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发现，比如你。